我今天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这辈子受的所有罪全是你自己求来的。你总说自己命不好，什么老伴不体贴，儿女不听话啊，一辈子活得像是在还债。但我今天要告诉你，没有谁逼你，没有谁害你，更没有老天爷故意针对你。佛法里讲，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，娑婆这两个字翻译成咱们大白话就是堪忍的意思。什么叫堪忍？就是说这个地方充满了残缺，充满了烦恼和痛苦，你得咬着牙才能活下去。所以咱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你觉得这辈子是个困难模式，到处都是坑，到处都是坎。可是你想想看，难道是别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逼着你来受这个罪的吗？难道是阎王爷硬把你踹下凡间的吗？不是的。我跟你讲，人啊，在还没投胎进娘胎之前，咱们老祖宗管那个阶段叫中阴身。在那个时候，你的心智是完全清明的，比你现在当人坐在这里听我讲话要聪明得多。你当时在上面看着底下这个娑婆世界，你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下面有多苦，压力有多大，人情世故有多复杂。这里头有生老病死，有爱别离，有求不得。但是你为什么还要一头扎进来？因为你当时发了愿，或者说是你生生世世积攒下来的因果业力牵引着你，你自己心甘情愿做出的选择。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一个人去考大学，那些舒舒服服每天光知道吃喝玩乐没有烦恼的地方，就像是个托儿所，你在那待上几百年，也就是个小孩子的水平，本事长不了一星半点。而咱们这个娑婆世界呢，它是一个实打实的高压道场。你当时在上面心里想，我不怕苦，我身上还有很多臭毛病没改，我还有很多恩恩怨怨没结清，我要下去历练，我要去把那张最难的考卷做出来，对不对？只有做最难的卷子，过了最难的关，你才能真正长本事，才能真正往上走，所以你才来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你这辈子看似糟糕的命，其实是你自己选的。你们现在常常抱怨，觉得老天爷不长眼，给你安排了这么个破烂剧本。其实你不知道，你在投胎之前早就把这个剧本看过了，你心里算了一笔账，我前世欠了某个人的情，我这辈子得给他做牛做马去还清。我前几辈子脾气太暴躁，伤了人，我这辈子得投胎到一个憋屈的环境里，受点别人的气，把这个性格给磨平了。你当时是怀着这样一种大勇猛、大发心下来的，结果呢，咱们老祖宗讲隔阴之谜，你一钻进这个肉体凡胎，就像是穿上了一件极其沉重的潜水服，遇到点柴米油盐的烦恼，遇到点人情冷暖的打击，感受到这个身体带来的疼和病，你就全忘了，把当初在上面发下的豪言壮语全抛到脑后了，你就开始怨天尤人，开始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了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人活一辈子到底来干什么？真不是来享福的，是来长本事的，是来消业障的。你碰到的那些烂人烂事，那些让你气得整宿睡不着觉的坎儿，其实都是你自己当初给自己安排的考题。命由心造，因果不虚。当你觉得日子苦得熬不下去的时候，你要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，这都是我该受的，是我自己要来历劫的，我不能认怂。你想通了这一点，你再回头看看你身边那个气人的老伴，再看看那个不懂事的孩子，你就不会觉得那么恨了。你就会明白，大家都是在这个高压道场里陪着你演这出戏，帮你磨练心性的。你把这口怨气咽下去，化开了，心态彻彻底底的摆正了，
咱们就得弄明白一个大问题，在这个苦哈哈的娑婆世界里，你觉得你自己是孤军奋战吗？是不是有时候遇到点坎坷，求神拜佛没灵验，心里就嘀咕，哎呀，老天爷不管我啦，菩萨闭着眼睛看不到我的苦啊。我告诉你们，千万别这么想，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学问里讲得很明白，每个人生下来都不是光杆司令，你的身边冥冥之中一直都有护法神，有那些看不见的善知识在暗中护持着你。只要你当初发了愿，投胎到这个世间来修行，来还债，他们就会跟着来帮忙，怕你在这个高压道场里撑不住，彻底迷失了本性。但是你们要晓得，护法神护持你，不是说他能凭空变出法力来，无缘无故的替你挡灾。这个天地间最大的规矩是什么？是因果，是万事万物都要守恒。他们拿什么来保护你？拿的可是你自己的本钱啊！这个本钱是什么？咱们老祖宗管这个叫先天资粮，也叫宿世福德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投胎的时候身上带着一本无形的存折，里面装的全是你生生世世行善积德攒下来的福报。咱们每个人生下来，这个存折里的底数都不一样，有的人上辈子修得好，带来的资粮厚实，有的人上辈子没怎么修，带来的少，这辈子的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磕磕绊绊。护法善神每天在跟前守着你，他们的工作就是根据你这个存折里的资粮来帮你精打细算的过日子。你想想看，按照你这辈子的因缘业力，你今天出门本来应该被车撞断一条腿，这是你要还的一笔大业债。护法神在旁边一看，哎呀，不行啊，他这条腿要是断了，下半辈子躺在床上，他还怎么去历练，怎么去完成他这辈子的功课？于是护法神就会出手，从你的宿世存折里划走一大笔福德资粮，去化解，去抵消这个大灾难。结果呢，你今天出门只是被一辆三轮车轻轻蹭了一下，摔了一跤，磕破了点皮，这事儿就算平了，过去了。你从地上爬起来，可能还在那破口大骂，骂今天真倒霉，骂老天爷不开眼。你哪里知道，人家护法神在背后刚刚替你扛下了一场要命的大劫难，是用你自己的福报把你这条腿给买回来了。可是朋友们，你们仔细想想，如果你这辈子不好好做人，天天在那作妖，你这个存折里的福报能经得起你这么瞎造吗？很多老一辈的人活了大半辈子，常常纳闷，南老师啊，我也没杀人放火，我也没偷没抢，过年过节我也去庙里磕头烧香，我还给路边要饭的塞过钱，为什么我家里就是一团糟，干啥啥不顺，我的福报去哪儿了？我跟你们讲，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两只眼睛永远往外看，只看自己表面上做了什么好事，从来不去审视自己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起心动念无不是业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五毒在你心里一翻滚，老祖宗叫什么？叫火烧功德林啊！你今天坐在家里看电视看手机，看到别人发大财了，你心里酸溜溜的，嫉妒的不行。明天出门遇到点小便宜，你挖空心思也要去占，跟老伴说不到两句话，你就一肚子无名火，破口大骂，对儿女更是满腹牢骚，觉得谁都对不起你。你以为你关着门在家里生气，别人不知道就没事了，天地神明看得一清二楚。你每一次起这种恶念怨念，你的护法神为了帮你平息这些浑浊恶劣的气场，
免得你招惹灾祸，就得大量的消耗你的先天资粮，等你不知不觉把这存折里的福报全刷爆了，底朝天了。护法神一看，哎呀，这人没救了，心烂透了，朽木不可雕也。他们只能摇摇头，流着眼泪离开你。护法善神一走，什么东西就贴过来了。那些过去跟你结过怨的冤亲债主，那些冥冥中的凶神恶鬼，闻着你身上那股子怨气恶气，就全围上来了。那时候你的家运，你的身体，那就是大雪崩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走平路都能摔跟头。明朝的时候有个读书人叫于敬义，这个愚公啊，年轻的时候那是绝顶聪明，很有才华。他觉得自己是个大好人，是个大善人。他跟几个书生结成了一个社团，天天规定自己做善事，比如爱惜写了字的纸张啊，买乌龟泥鳅去放生啊，劝人行善啊，戒杀生啊。表面上看，这个人真是挑不出半点毛病，走到哪里别人都夸他是个品行端正的老实人。可是这位愚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？惨不忍睹啊！考功名考了7、8次，连个最低的举人都考不上，老是落榜，生了5个儿子，最后就剩下一个老三，还在8岁那年赶集的时候走丢了。生了4个女儿，也夭折了3个。他的妻子天天盼儿子，天天哭，最后哭得双眼都瞎了。到了后来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惨到了极点。到了40多岁，愚公绝望了，他实在想不通，每年大年30除夕夜，他都要写一篇长长的书文，也就是给老天爷写一封诉苦信，在自家灶台前烧掉，请灶王爷带给玉皇大帝。信里写什么呢？就是痛哭流涕的抱怨，老天爷啊，我于某人一生行善积德，没做过半点伤天害理的事，我这么善良，你为什么这么不开眼，降下这么大的灾难给我啊？天地不公啊！就这样，他连着写了几年，年年烧，年年哭。到了47岁那年的除夕夜，家里连点像样的年夜饭都没有，瞎眼的妻子坐在床头抹眼泪，愚公长吁短叹，屋子里凄凉得很。这时候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愚公开门一看，风雪里走进来一个头上扎着脚巾，穿着黑衣服的老头。这老头走进来坐下，看着愚公说，你家里的惨状我都知道了，你年年烧表文抱怨老天爷，玉皇大帝早就看到了，特意派我来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愚公一看，这气度这打扮，肯定不是凡人，肯定是神仙啊。他赶紧倒苦水，把自己怎么放生，怎么行善，老天爷怎么瞎了眼降灾的事，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，满肚子的委屈。结果这个老头，也就是他们家一直供奉的灶神，冷笑了一声，指着愚公的鼻子劈头盖脸的就骂，你那点底细，我天天在你家灶头看着，还不知道吗？你以为你行善，老天爷冤枉了你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恶念已经登峰造极了，老天爷对你的惩罚还在后头呢。愚公一听吓傻了，还不服气，梗着脖子说，我怎么就恶念登峰造极了？我白纸黑字做的善事，哪一件是假的？灶神盯着他，毫不客气地扒下了他的伪装。你自己想想看，你们那个社团说是爱惜字纸，可是你的朋友拿那些写了字的纸去包东西、糊窗户，你管过吗？你心里只是敷衍，想着反正我也没拿去包东西，做个表面文章给别人看罢了。再说放生，你也是看别人做，你跟着凑热闹，要是别人不提头，
你绝对不会主动去救一条命，而且你放生的时候心里想的都是老天爷会怎么保佑你，你对天地万物有一丝一毫真正的慈悲吗？根本没有，那叫做生意。愚公满头大汗说不出话来，灶神接着呵斥，最可怕的是你的嘴和你的心，你这个人口齿伶俐，说起大道理一套一套的，但经常话里带刺，刻薄至极，一点口德都不留。你表面上装的是个谦谦君子，可是只要走在街上看到漂亮的妇人，你心里那个淫邪的念头就翻江倒海，看到别人比你好，你心里就嫉妒的发狂，看到别人落魄了，你心里暗暗痛快，你贪图虚名，遇事总想算计别人给自己捞好处。灶神最后叹了口气，说了一句极重的话，你心里这么脏，你身边的护法善神早就跑得一个不剩了，现在跟在你身边的全是被你这些毒念招惹来的恶鬼，你还指望福报，你没有大祸临头，已经是老天爷开恩了。说完，老头往灶台里一钻，不见了。这一番话像个炸雷一样响在愚公的头顶上，他这才恍然大悟，扑通一声跪在冰冷的地上，痛哭流涕。他知道自己彻底错了，原来自己这大半辈子的凄惨全是自己那颗虚伪恶毒的心感招来的。从那一天除夕夜起，愚公彻底换了个人。怎么改？他给自己改了个名字，叫愚敬意，清净意念的敬意。他不再去搞那些表面上热热闹闹的放生捐钱了，而是关起门来，时时刻刻盯着自己的心。只要心里冒出一个嫉妒的念头，冒出一个贪婪的念头，冒出一个怨恨的念头，他就像看到毒蛇猛兽一样，立马斩断。这在咱们老祖宗的修行里叫克己复礼，叫断恶修善。你们猜怎么着？当他把心里的垃圾、阴暗的角落全都打扫干净了，满心都是纯善厚道不计较的时候，不用他求，护法神又回来了。3年之后，他不仅考中了进士，当了官，后来有一天，他竟然在京城一个大官的家里奇迹般地找回了当年走失的亲生儿子，父子抱头痛哭，带回老家。他瞎眼的妻子听到儿子的声音，血泪夺眶而出，双眼竟然奇迹般地重见光明了。最后，这位愚敬义公高寿善终，子孙满堂。所以朋友们，听完这个实实在在的故事，你还要抱怨命苦吗？你还要抱怨老天爷不帮你吗？你们每个人在静下心来的时候，好好扪心自问一下，你每天坐在家里，心里是算计别人多，还是包容别人多？是对老伴、对儿女的埋怨多，还是感恩多？如果你天天满腹怨气，天天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讨厌，你这叫抑恶啊！你的护法神在旁边看着你，他纵然有通天的本事，也没法帮你改命，因为你把自己的术士资粮全在发脾气，生闷气，嫉妒怨恨中消耗得干干净净了。人生的路说到底，没有哪一步是别人强加给你的，冥冥中的善知识一直在看着你，只要你一念回转，生出慈悲心、清净心，把你心里的脏东西倒掉，你原本枯竭的资粮就会重新充盈起来，你周围的气场、磁场就变了，好运自然而然就接住了。这就是老祖宗常讲的命由己造，福自己求。但说到这儿，我估计很多人心里又要犯嘀咕了，南老师，我明白了起心动念的重要，可是我平时也确实愿意帮忙，我也去捐钱，我也经常买鱼去江边放生，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福报呢？到底什么是真功德，什么是瞎折腾？你们要晓得，
关于这世间的业力、功德、福报和资粮这4本大账，有太多人稀里糊涂算了一辈子，磕了一辈子头都没算明白，反而还给自己惹了一身的业障。要想把这后半生过明白，咱们就得把这4本账彻底翻开，一笔一笔的给你们算得清清楚楚才行。我们老一辈的人啊，心肠大都是软的，平时去个庙里，看到功德箱就塞点钱。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做了这么多，家里还是不消停，自己还是浑身病痛？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你把这4本账给搞混了，你以为你在积功德，其实你可能是在造业力。我先跟你们讲讲第1本账，叫先天资粮。我们在上头讲过，这就相当于你投胎前带来的一笔本钱，这笔钱是定数，管着你这辈子能吃多少饭，能穿多少衣服，基本盘就在那里。你平时顺风顺水，逢凶化吉，靠的都是消耗这笔先天资粮。第2本账叫业力。什么叫业力？你们不要一听到业力就觉得是迷信，觉得是有个鬼在缠着你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业力就是你过去生生世世，包括你这辈子欠下的人情债、命债、感情债，以及你伤害别人时留在宇宙里的那种不平衡的能量。比如你年轻时候脾气坏，把媳妇骂得天天哭，他心里的那个怨气、那个委屈不会凭空消失的，那股子怨气就成了一道枷锁，套在你的脖子上，这就叫业力。业力是必须要还的，宇宙的法则就是讲究平衡，你欠了多少，早晚得用你的健康、你的运势或者是你的钱财去填补。第3本账和第4本账很多人分不清，就是功德和福报。我告诉你们，这2者是有天壤之别的。什么是福报？福报就像是你在银行里存的利息，是可以拿来用的。比如你今天出门遇到个贵人拉了你一把，你做个小买卖，别人都赔钱，就你赚钱了。你生病了，刚好遇到个神医把你治好了，这就是福报在起作用。福报是怎么来的？是靠你平时积攒的善行结出来的果子，但是最重要的果子是这第3本账功德。功德和福报最大的区别在哪里？福报是世间法，是用得完的；功德是出世间法，是印在你心性里的，是永远丢不掉的。现在很多人搞错了，以为我今天去庙里捐了1000块钱，我就有功德了。你想想看，你捐了1000块钱的时候，心里是怎么念叨的？菩萨，我给你捐了1000块，你一定要保佑我孙子今年考上好大学啊，保佑我儿子出门做生意发大财啊。你们说这是功德吗？我跟你们讲，这绝对不是功德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去跟菩萨做生意，这种带着强烈的目的，带着贪婪去做的善事，不但没有功德，有时候还会转变成业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求，你给了钱，心里就惦记着回报。要是你孙子没考上好大学，你心里就开始骂娘了，这菩萨一点都不灵，白瞎了我那1000块钱。你看，怨恨心一出来，又火烧功德林了。真正的功德是什么？咱们老祖宗讲叫无相布施，就是我今天看到你有困难，我心里生出了一股纯粹的慈悲，我帮你一把，帮完之后我转头就忘了，我不觉得我做了多大个好事，我也不指望你以后来报答我，我的心像水一样干净平静，这股子不求回报的善念在天地之间一流动，宇宙马上就给你记下来了。这就是真正的功德，它会化成你身上一层金灿灿的保护罩，让那些倒霉的事情，那些烂人烂事自动远离你。你不要以为做善事一定要花很多钱。我给你们讲个宋朝时候的事。
有一个当官的叫魏仲达，这人在翰林院做官。有一天他突然被小鬼抓到了阴曹地府，阎王爷坐在堂上，让人把魏仲达这辈子的案卷搬出来。好家伙，几个小鬼抬着一堆一堆的本子，把他从小到大做过的错事、起过的恶念全记录在上面。这些案卷堆在院子里，竟然堆得像座小山一样高。魏仲达一看，吓得浑身发抖，扑通跪下说：阎王爷明察啊，我才30多岁，怎么可能造下这么多罪恶？阎王爷冷冷地说：起心动念无不是业，你以为你没杀人放火就没事了？你平时脑子里转的那些贪心，那些算计别人的念头，那些见不得人的淫邪心思，阴间全给你记着呢。魏仲达一听，哑口无言，冷汗直冒，心想这回肯定要下18层地狱了。这时候阎王爷又吩咐把他的扇卷也拿上来。一个小鬼跑过去找了半天，拿过来一个像筷子那么细的小卷轴，这就代表他这辈子做过的真正的好事。就这么可怜的一小点儿，阎王爷让人拿来一杆大秤，说称一称吧。魏仲达心都凉了，心想那一小座山的罪恶案卷和这么一根筷子大小的扇卷，这还用称吗？肯定是罪孽深重啊。结果奇迹发生了，小鬼把那一堆像山一样的罪恶案卷放在秤的一边，把那一小轴扇卷放在秤的另一边。谁知道那座山一样的罪卷竟然轻飘飘地翘了起来，而那个筷子大小的扇卷竟然重如泰山，把秤杆压得死死的。魏仲达自己都看呆了。阎王爷一看，脸色缓和了，点点头说：你虽然恶念很多，但这一个善念的分量足够抵消你所有的罪恶了。魏仲达好奇地问：大王，这小轴子里到底记的是我做的什么事啊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小鬼打开卷轴一看，上面写着：有一年皇帝听了身边人的怂恿，非要大兴土木去修一个大工程，这要征用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去服苦役，不知道要累死多少人，拆散多少家庭。当时朝廷里没人敢说话，魏仲达只是个小官，但他心里实在不忍心看着天下苍生受苦，连夜写了一封奏折，拼了命地劝皇帝停工。魏仲达想起来了，说：大王，我是写过这封奏折，可是皇上当时根本没听我的呀，那个工程还是修了，我并没有救下那些老百姓啊，这怎么能算那么大的功德呢？阎王爷感叹道：你懂什么？皇上虽然没听，但是你当时写那封折子的时候，是为了你自己升官发财吗？是为了博取一个好名声吗？都不是，你当时那一念是真真切切的为了天下的穷苦百姓在心痛，你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不顾了，这就叫一念救苍生。只要你这个念头是纯粹的，是大慈悲的，不论事情做没做成，这个功德在天地间的分量比那金山银山还要重。因为这一念之善，魏仲达被放回了阳间，后来当了吏部尚书。你们想想看，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？他把天地间最核心的因果规律给你们讲透了。老天爷不看你捐了多少万，不看你放了多少条鱼，老天爷只看你那颗心真不真。现在有些老太太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拿退休金去江边买那种养殖的乌龟泥鳅去放生，买的时候还跟小贩讨价还价，放的时候又要在旁边念叨半天，求菩萨保佑长命百岁，结果把那些鱼鳖扔进污染的河沟里，没2天全翻白肚皮死光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你这不仅没有半点功德，你还造下了天大的杀业，因为你的发心是自私的，
你是为了给自己买寿命，那些动物被你折腾死了，他们的怨气全算在你头上。再比如有些人走到街边，看到讨饭的扔个10块钱，心里还要鄙视人家一眼，觉得自己在施舍。要是人家没说句谢谢，你心里还要骂上一句不知好歹。这种给法那也是带着刺的。甚至有的时候你盲目的去捐钱，给些虚情假意，其实背地里干坏事的人或者机构，你以为你在行善，其实你在替他们背业力。因为你资助了恶的生长，天地间的能量交换是非常精准的，你只要心里有一丝贪图回报的念头，这笔账在天上就记不成功德，只能算是一场交易。所以咱们老祖宗才教导我们，做好事要左手做的事，别让右手知道。别人有难，你真心诚意的帮一把，就像饿了吃饭，困了睡觉一样自然。帮完了，心里干干净净，不留半点牵挂。你真能做到这一步，你那点福报，那点功德，才算是真正锁进你生命的保险柜里了，谁也偷不走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人生在世，不是所有的业力都能靠一点善念就能轻轻松松化解的。有些债欠得太深，有些业纠缠得太久。当那些几辈子累积下来的大业力，甚至是你们整个家族的共业找上门来的时候，护法神挡不住了，福报也耗尽了，老天爷会用什么办法来清算这笔账？这股沉重的能量找不到出口，最后往往就会全砸在你的肉身上。有的人本来看着挺好，能吃能睡，突然之间就得了一场怎么治也治不好的怪病，或者浑身上下哪里都不对劲，天天难受。可是跑到医院里一检查，各项指标又全是正常的，医生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这人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天天在家里哎呦哎呦的叫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就是咱们老祖宗常说的业障病。这种病吃药打针往往只能治个表面，拔不掉病根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根子不在肉体上，而在无形的能量上，在因果业力上。很多老朋友一生病，心里就委屈得不得了，老是念叨，我这辈子本本分分，没做过什么亏心事，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啊？你们要晓得，因为你身上背着的不仅仅是你自己这辈子的因果，还有一笔非常沉重的糊涂账，叫做家族共业。什么叫家族共业？咱们每个人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你有父母，父母上面还有祖父母，世世代代的血脉连下来，就像一棵大树一样，你只是这棵树上的一片叶子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祖上的长辈在过去做生意的时候，为了发财缺斤少两，坑蒙拐骗，或者为了抢地盘争家产，把别人逼得家破人亡，甚至破坏山林风水，欺压穷苦百姓，你以为这些长辈死了往棺材里一躺，这笔账就一笔勾销了吗？绝对没有这么便宜的事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因果是不虚的。那些被坑害被欺负的人，他们心里的怨恨愤怒痛苦，也就是那股极度不平衡的能量，是不会随着人死就烟消云散的。这股怨气去哪儿了？它就渗透在你们这个家族的血脉里，刻在你们家族的磁场和气运里，代代相传。这就叫余殃，这就是共业。这股黑压压的业力在家族里转悠，它总要找个出口发泄出来，总得有人来扛。这时候它可能就会落到子孙后代的头上。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家族虽然有钱，但是代代都有人得怪病或者出意外，家里老是不消停，这就是在代谢祖先留下来的业力啊。这时候
很多人就不服气了，拍着大腿喊：这不公平啊！我爷爷造的孽，凭什么让我来还？我多冤枉啊！我跟你们讲，你千万不要觉得冤枉，天地之间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你在投胎进这个家族，投进你娘胎之前，你在上面看的可是清清楚楚的，你看到了这个家族背着这么大一个黑锅，你为什么还要一头扎进来？因为你在过去生中跟这个家族的祖先，跟这些冤亲债主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缘分和纠葛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当初是发了大愿的，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能量，有这个承受力，你愿意用自己这辈子的肉身去化解，去承受这部分家族的业力。你是主动来当这个清道夫的，你是在用自己的身体和痛苦来为整个家族挡灾，让整个家族的系统能够重新恢复平衡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没有投胎到这个家里，这股巨大的业力直接爆发出来，可能你们家就要出人命，就要家破人亡了。结果你来了，你硬生生的把这股毁灭性的力量转化成了你身上的慢性病，转化成了你生活里的各种磕磕绊绊。你虽然苦，虽然天天吃药，但你其实是在行菩萨道，你是在救你们这一大家子人啊。等你把这笔业力慢慢熬完，代谢完了，你这辈子的功课也就圆满了，这是极大的功德。所以千万不要抱怨，你一抱怨，心生怨恨，这笔账就算不清楚了，还得继续受折磨。除了替祖先扛共业，这身体上的病痛还有另外一层极其深刻的玄机。你们要晓得，人啊，只要身体好，吃得下睡得香，这颗心就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拼命地往外跑。跑去干什么？跑去追名逐利，跑去跟人争强好胜，跑去算计别人。今天想着怎么多赚几万块钱，明天想着怎么在亲戚面前摆阔气，看到别人日子过得比自己好，心里就嫉妒得像猫抓一样。为了这些外在的东西，你把自己的心血全熬干了，把自己的灵魂全都弄碎了，散落在那些根本带不走的物质上。这种对钱财、对名利、对面子、对人际关系的死死纠缠，咱们老祖宗管它叫什么？这就叫执念。当你的执念越来越重，重到你的灵魂都快被压垮了，重到你为了这些外在的东西不断的去造恶业，去伤害别人的时候，老天爷在天上看着实在看不下去了。老天爷为了拉你一把，免得你往地狱里越陷越深，他会怎么做？他就会用一种最直接最管用的方法，让你生一场病，让你的身体狠狠地疼上一场。病痛就是老天爷为了拯救你，强行给你按下的一个暂停键。你想想看，当你好好的走在路上，突然摔了一跤，腿骨折了，或者查出了个什么严重的慢性病，你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连翻个身都要咬紧牙关的时候，你脑子里还会去想你银行卡里有多少存款吗？你还会去算计隔壁老王欠你多少钱吗？你还会去为了儿女没听你的话而大动肝火吗？全都不会了。在剧烈的病痛面前，所有的功名利禄，所有的恩恩怨怨，瞬间就变得一文不值。你那时候唯一的念头就是，哎呦，这疼要是能停1分钟就好了，只要能让我好好喘口气，好好睡一觉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什么都放下了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病痛最深层的意义，它是一剂猛药，专门治你那个狂妄自大、贪得无厌的心。通过这场病，老天爷硬生生地剥夺了你向外持求的能力，把你那匹脱缰的野马给拴住了。你没有精力去争了，没有力气去恨了，
你被迫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收回到自己的身体上，收回到自己的一呼一吸上。这个时候，你原本散落在外面的那些虚无缥缈的能量，那些因为执着而丢失的灵魂碎片，就开始慢慢的聚拢回来。所以我常常跟那些被病痛折磨的老朋友讲，生了病咱们该看医生看医生，该吃药吃药，但是你在心里头千万不要跟这个病去对抗，不要天天咒骂倒霉啊，怎么偏偏是我生这个病？你越对抗，你心里的火气越旺，病魔就越嚣张，你疼的就越厉害。你应该怎么做？你要学会跟这个病和解，你要静下心来，对自己的身体说一声对不起，这大半辈子我为了面子，为了碎银几两，把你折腾得太狠了。现在你生病了，是在提醒我该歇歇了，该把那些不属于我的东西放下了。你只要把这颗争强好胜的心一放下，坦然地去接受它，把它当成是在帮你消业障，你会发现虽然身体还是有不舒服，但你心里的那种煎熬和恐惧感瞬间就减轻了一大半，甚至有很多时候心结一打开，气血一通畅，那些连医生都束手无策的怪病自己慢慢就好了。这就是老祖宗讲的境随心转，病痛是一把戒尺，打疼了你的肉身，是为了唤醒你的灵魂，让你在有限的生命里明白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说到这里，咱们把家族的因果，身上的病痛都理顺了，可是你们要晓得，咱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里活着，不仅跟自己的祖先亲人有因果纠缠，咱们跟着天地间的飞禽走兽一草一木，也有着极其深沉的缘分和业力牵扯。很多人总觉得我们是仁者力，是万物之灵，高高在上，那些端上餐桌的鱼鳖虾蟹，那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，甚至养在身边的猫猫狗狗，生下来就是给我们当盘中餐，当玩物使唤的，跟咱们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世界。我告诉你们，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这叫六道轮回，天地间万物生灵的流转是一张巨大无比的网，谁也别想从这张网里头摘出去。什么叫轮回？就是轮流转。今天你坐在这当人，高高在上，明天因缘果报一转，你身上的福报耗尽了，业力现前了，谁投胎变成谁，谁吃谁，那还真是不一定呢。咱们先来说说老百姓每天餐桌上都要碰的吃肉这个问题。很多人一听讲佛法，就吓得连肉都不敢吃了，觉得吃一口肉就要下18层地狱。其实老祖宗的学问从来不是用来吓唬人的，而是让你把这世间事物背后的契机和道理看明白。你想想看，那个在菜市场里天天杀猪宰羊卖肉的屠户，他跟那些被宰杀的动物之间真的仅仅就是买卖关系吗？绝对不是。在冥冥之中，很多时候这就是过去生中未结的恩怨，在这一辈子通过这种极其残酷的方式来达到一种能量的平衡。等这笔糊涂账算清了，业力平衡了，那个屠户自然而然就会遇到一些变故，他自己就不想干这一行了，老天爷会安排个事由让他转行。可是咱们普通人去买肉吃肉，这背后牵扯的又是什么？是契机，是能量的交换。当你大口大口吃肉的时候，你要知道那块肉里头带着动物临死前极度的恐惧、怨恨和痛苦，这种沉重浑浊的能量，你一口吞进肚子里，就会让你的身体不由自主的
处于一种紧绷、急躁的状态。为什么现在很多脾气暴躁的人一顿不吃肉就心慌，一遇到点事就火冒三丈？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他的心性已经跟那种浑浊暴力的能量共振了，他身体里充满了那种不安的怨气。但是只要你开始修心，开始把自己心里的贪嗔痴慢慢放下，你的心一旦清静下来，放松下来，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，你自然而然就不那么馋肉了。哪怕你大半辈子都是顿顿离不开大鱼大肉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也开始想吃点清淡的蔬菜，吃点豆腐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气场干净了，轻盈了，阳光和土地里长出来的植物那种清净的能量跟你的身体更对路了。所以咱们修行不要去勉强，不要为了在别人面前标榜自己是个大善人去强行吃素，结果弄得自己天天流口水，肚子里全是不甘心。只要你把心念摆正，把心里的火气卸掉，你的身体自然会指引你做出最舒服的饮食选择。不管你吃什么，吃的时候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感谢这些生命为你付出了他们的一生，这才是正道。除了餐桌上的因果，咱们再来说说你们每天围在脚边转的猫猫狗狗。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儿女长大了不在身边，家里空荡荡的，就养个宠物当精神寄托。你们有没有静下心来想过，这世上有千千万万的狗，千千万万的猫，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只走进了你的家门？为什么它看你的眼神有时候就跟人一样，甚至比人还懂事？为什么你对它看一眼就喜欢得不得了，恨不得当亲孙子一样疼爱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。这些宠物很多都是你前世的老朋友，或者是你过去的亲人，甚至是受过你恩惠的生灵。他们在灵界准备投胎的时候，看到了你这辈子晚年注定有一段孤独凄凉的日子，他们想报恩，想陪你，但是又不想去担人受那个沉重的大罪了，于是就选择变成一个陪伴者的角色，来到你身边，陪你走完这一段孤单的岁月。很多小动物的寿命很短，只有10来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当初在上面就规划好了，只打算陪你度过人生中最难熬、最需要安慰的那一段旅程。等帮你把这段孤独的业力分担完了，报了恩，尽了心，他们就功德圆满，回灵界重新安排下一步的去处了。可是咱们很多老人家不懂这个天道轮回的规矩啊，当这些小动物老了、病了，寿命到了要走的时候，很多老人家痛不欲生，天天在家里抹眼泪，简直比死了亲人还难受，哭天抢地地哀求他不要死。你们要晓得，你这种过度的悲伤和执念，对这些小动物来说不是爱，反而是个天大的枷锁。动物的灵魂本该是轻盈的，它这辈子陪你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，老天爷要接它走了，你这边一哭一喊，你的那股子死活不舍得的执念就会变成一块极其沉重的磁铁，死死地吸住他的灵魂。他看着你哭，他走不脱啊，他解脱不了，反倒会被你这份过度的感情困在阴阳之间，受大罪。而且你们有没有留意过一个很玄妙的现象？有些宠物养着养着，突然就生了一场疾病，或者出了个什么意外死掉了，而往往在这个时候，你或者你们家里人本来可能要倒个大霉、生个大病的，结果奇迹般的躲过去了，只是虚惊一场。我告诉你们，万物皆有灵，天地间的气机是相通的。很多时候
是这些满心都是你的小生灵在暗中替你挡了灾，他们感受到了那个冲着你来的凶险业力，他们不会说话，但他们用自己的小命硬生生地把你身上的那股子灾祸给代谢掉了，这是多大的恩情啊！所以对待这些来到咱们身边的小生灵，他活着的时候，咱们好好善待他，给他一口饭吃，给他一个安稳的窝，不要对他随便打骂。等他寿命到了，缘分尽了，咱们就在心里默默给他念2句佛号，祝愿他下辈子有个更好的去处，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地送他走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随缘了业。缘来了，咱们好好珍惜；缘走了，咱们绝不强求，挥挥手放他去投个好胎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应该明白了，咱们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悟透的一个最高境界，叫做同体大悲。什么叫同体大悲？就是你跟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，跟所有的飞禽走兽一草一木，甚至跟山川河流，本质上都是一体的。咱们这个娑婆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高压锅，所有的生命都在这个锅里共同分担着生存的压力和业力。你去保护生态，不去虐待动物，对路边的流浪猫狗生出一丝恻隐之心，表面上看你是在做善事，你是在救他们，其实你是在保护你自己，你是在维护你自己灵魂的完整和气场的平衡。你能懂得万物一体的这个大道理，你的心胸一下子就打开了，你就不会再去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了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人生在这世上，道理听得再多，有的时候那种绝望感扑面而来，真的是让人喘不过气。咱们刚才讲了家族的病痛，动物的轮回，可有些人他面临的绝境，让他连自己的这条命都不想要了。在这个高压道场里，有的人被沉重的债务逼得走投无路，有的人被一辈子的感情伤得体无完肤，有的人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。在某个黑更半夜，他一个人站在高高的窗台边上，或者手里攥着一把安眠药，心里冒出一个极其可怕的念头，这日子太苦了，干脆眼一闭，腿一蹬，死了就一了百了，彻底解脱了。可是死了真的就解脱了吗？那强行扯断自己生命线的代价究竟有多么恐怖？我告诉你们，以为死了就解脱，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觉。你们要晓得，咱们前面讲过人死后心是流转的道理。人的这个肉体就像是一件衣服，你遇到难关了，觉得太痛苦，不想要这件衣服了，强行把它脱了扔了，你以为这事儿就算完了吗？根本没有完。咱们老祖宗讲人的精神叫三魂七魄。当一个人在极端绝望、满心怨气和不甘心的时候，选择去走绝路，他的这口气虽然断了，但他那个心识、那个精神全被最后那一刻的悲愤给搅碎了。你带着这么沉重、这么凄凉的心念走，就像是走进了一团浓得化不开的黑雾里。你想想看，你平时受了委屈，还能找个朋友哭一场，还能吃顿好的发泄一下。可是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连个发泄的肉身和出口都没有了，你的意识就会迷失在自己那个解不开的痛苦和执念里，找不到光，也找不到路，就像做了一个永远也醒不过来的噩梦。那种被困在自己情绪死胡同里的煎熬，那种无声无息的徘徊，其实比活着面对困难还要苦上不知道多少倍啊！所以我告诉你们，遇到天大的坎儿，千万别走绝路，你的命
是你生生世世好不容易修来的资粮换来的，你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念头就自己把它给扯断了呢？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，再难咱们也能喘口气，把散掉的心神收摄回来，这才是唯一的正道。为了让你们真真切切的明白这个理，我给你们讲一个真事。就在前几年，有个40来岁的中年人，原本做生意挺红火的，风光得很，可是这人贪心啊，步子迈得太大，老想着一夜暴富，结果资金链断了，公司破产倒闭，一下子欠了几百万的债，怎么填也填不上，树倒猢狲散。以前那些天天称兄道弟的朋友，这时候全躲着他，连电话都不接，每天一睁眼就是债主上门砸门要钱。他媳妇也受不了这个天天担惊受怕的日子，跟他大吵了一架，带着孩子回了娘家。他一个人躲在阴冷的出租屋里，没日没夜的抽烟，觉得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，活得连条流浪狗都不如。有一天深夜，这人喝了点闷酒，万念俱灰，一个人在街上游荡，浑浑噩噩地走到了一座跨河的大桥上。那是个寒冬腊月，桥上连辆车都没有，冷风呼呼地往脖子里灌。他走到大桥中段，双手抓着冰冷的栏杆，看着下面黑漆漆深不见底的河水，心里那个苦啊，像吞了黄连一样。他心想，我这辈子是翻不了身了，走到哪里都要被人指着脊梁骨笑话，这债我几辈子也还不起，不如跳下去干净。他闭上眼睛，一只脚已经跨上了栏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大风把桥头一阵奇怪的声音吹进了他的耳朵里。他下意识地转过头，顺着桥侧边的人行楼梯往下看。这座大桥有个折返的步行阶梯，在那个背风的楼梯死角里坐着一个捡破烂的干瘦老太太。这老太太衣衫褴褛，旁边停着一辆装满纸壳子的破三轮车。她正从一个看不出颜色的塑料袋里掏出半块硬邦邦的凉馒头。老太太就坐在那漏风的角落里，用粗糙的像树皮一样的手仔仔细细地拍了拍馒头上的灰，然后就着一口冷水一口一口吃得津津有味。吃完之后，老太太还舒坦地叹了口气，把破棉袄紧紧裹在身上，靠着冰冷的水泥墙，无比安稳地闭上了眼睛，准备睡觉。这个中年人一只脚还悬在栏杆上，眼睛却直直地盯着那个老太太，一下子就愣住了。他心里突然像被什么大铁锤狠狠地砸了一下。你想想看，那个捡破烂的老太太一无所有，连个遮风挡雨的屋顶都没有，半块冷馒头就能让她觉得日子还能过，还能睡得那么踏实，那么安稳。自己呢，虽然破产了，可是手脚健全，脑子也不笨，大不了从头再来，去工地搬砖，去大街上扫地，去饭店端盘子，一个月总能挣口饭吃，为什么就非得寻死觅活的？那一刻他终于顿悟了，把他逼上绝路，让他生不如死的根本不是那几百万的债务，而是他死死抱在怀里怎么也放不下的那个大老板的面子，是他心里的那个狂妄的执念。他一直活在过去的风光里，无法接受自己变成一个穷光蛋的现实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当你的心一直挂念着那些虚妄的东西，你的心神，你的三魂七魄就已经全部散落在那些金钱、名誉、别人看你的眼光上面了，这就叫灵魂破碎啊。他站在冷风里，看着那个睡得香甜的老太太，最后狠狠地抽了自己2个大嘴巴，眼泪哗哗地流。
他把脚从栏杆上收了回来，转头走下了大桥。从那天起，他彻底放下了身段，不去管过去的熟人怎么笑话他。他去批发市场给人蹬三轮拉货，去夜市摆地摊，起早贪黑，一分一毛的攒钱。别人骂他笑他，他全当没听见，低着头只管干活。当他把那个虚荣的面子彻底扯下来，踩在脚底下的时候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他原本被打击的散落一地的精气神，奇迹般的全收拢回来了。气场一变，人就踏实了，心定了，智慧也就跟着出来了。没过几年，虽然他没再发那种几百万的大财，但债务慢慢还清了。他又做起了踏踏实实的小买卖，把老婆孩子接了回来，一家人守着一个小店，日子过得比以前当大老板的时候还要安稳妥当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在绝境里，任何神仙皇帝都救不了你，真正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这颗心。当你的执念太深，当你想不开的时候，就是你的魂魄散掉的时候。你把那些外在的东西看得比命还重，一旦失去了，你的精神家园也就跟着塌了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低谷，觉得委屈，觉得痛苦，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，你记住我的话，先离开那个让你钻牛角尖的屋子，去外面走走，去菜市场看看那些为了几块钱讨价还价，满头大汗却依然乐呵的普通老百姓，去医院的重症病房门口站站，看看那些为了活下去拼尽全力，身上插满管子的人。然后你站在太阳底下，深呼吸，把你那些纠结在烂人烂事上的念头，把你那些对过去的懊悔，对未来的恐惧，像收渔网一样唰的一下全收回到自己的心窝子里来。老祖宗讲的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这4个字，收摄心神。不要把你的能量浪费在怨天尤人上，哪怕你现在一无所有，只要你还能安安稳稳的吃一顿热乎饭，能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好觉，不去胡思乱想，那你散掉的魂魄就慢慢归位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你心不死，天地间永远会给你留一条生路。可是把心神收回来了，把命保住了，面对这一地鸡毛的柴米油盐，面对家里那些让人头疼的老伴儿女，咱们这后半生到底该怎么过才能把家运转好，给自己和子孙积福呢？我告诉你们，改命不用花几十万去请什么风水大师，也不用天天跑到庙里去磕头烧高香。老祖宗的学问全在咱们这起心动念的日常生活里。今天我教你们几个不花1分钱，只要照着做就能实实在在把家运转过来的救命实操招数。第一招，先把你们漏福气的那个大窟窿给严严实实的堵上。你们要晓得，人的这个嘴巴就是福报最大的漏斗。咱们很多老太太老头子心地其实一点都不坏，在家里干活也勤快，可是家里为什么老是鸡飞狗跳一团糟呢？因为那张嘴太碎了，你一边拿着拖把拖地，一边嘴里骂着老伴像个木头人不知道帮忙，你一边给儿女做着饭，一边数落儿女不懂事不知道感恩。你觉得你干了活受了委屈，抱怨2句发泄一下怎么了？我告诉你们，你这一边干活一边带着满肚子的怨气去骂街，这就叫火烧功德林啊！你做再多的家务，付出再多的辛苦，全被你这几句恶毒的抱怨给抵消得干干净净，连你身边的护法神都嫌你这一身浓烈的怨气太熏人，捂着耳朵跑了。所以咱们第一步怎么做？从今天起回到家里，看不惯的事情
先把嘴巴死死地闭上，饭做糊了就吃糊的，老半东西乱扔，你实在不想捡就放在那儿。你要学会在心里头转念，他不干我干，我这不是在伺候他，我这是在消我自己的业障。只要你干活的时候心里不起怨恨，干干净净平平静静的把活干了，那你就是在极大福报。当你能管住嘴，不抱怨不数落的时候，你们家的风水，那个原本乌烟瘴气的磁场，3天之内绝对变样，变得清净得很。第二招，学会真正的无相布施，把跟天地神明做生意的那个贪念彻底斩断。咱们前面讲过那4本大账，很多人老是觉得自己的福报不够用，其实是因为你给出去的时候后面都挂着个沉甸甸的秤砣。以后你们走在街上看到讨饭的或者看到流浪的可怜猫狗，你兜里刚好有2块钱，你给他买个馒头，买根火腿肠，放那儿你就走。走的时候脑子里千万不要去想，老天爷啊，我今天做了一件大好事，你可得保佑我今晚打麻将赢钱啊，或者保佑我孙子考上好大学啊。一有这个念头冒出来，你就赶紧在心里呸呸呸把它掐断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你给出去的心越干净，越不夹杂一点私心目的，这个善念在宇宙气机里引起的震动就越大。你帮了人，救了物，转头就忘得一干二净，这就叫积了阴德。阴德积得厚了，像个无形的金钟罩一样，哪天你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，它会自动跳出来护着你。第3招，遇到病痛和家里的那些讨债鬼，学会认账和放下。咱们很多老朋友一到了晚年，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关节炎，各种毛病全找上门了，天天在家里哎呦哎呦叫，骂医生医术不行，骂老天爷存心折磨人。咱们前面剖析的明明白白，病痛很多时候那是老天爷在强行收你的执念，是在代谢你们家族累积的共业，所以真生了病，咱们该吃药吃药，该看医生看医生，不要耽误。但是在你的心里头，你要对着这个病痛说一声好，我认了，这是我前世今生欠下的债，我现在用身体的难受来还，只要我安安稳稳的还了，这笔账就彻底平了。你用这种安稳接受的心态去对待，你的心就不再愤怒挣扎了，心结一打开，气血一通畅，那个病的折磨往往就减轻了一大半。对待家里那些怎么说都不听，老是惹祸的儿女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你气得捶胸顿足，整夜睡不着觉，有什么用？那就是你命里招来的因果，你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了，讲过道理了，他不听，你就要学会放下。你要明白他是个独立的灵魂，他有他的业力要去了结，他有他自己该吃的苦头，你过度去干涉去操心，只会把他的业力全背到你自己身上来，最后把你拖垮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学会放手也是咱们晚年必须过的一道修行观。第4招，每天给自己留1刻钟的时间，把你散落在四面八方的精气神给收回来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们现在的人啊，眼睛一天到晚盯着手机上的闲言碎语，脑子里一会儿想着张三借了我的钱还没还，一会儿愁着李四今天看我的脸色不对，整个人像个陀螺一样，精气神全抛在外面了。你就这样每天晚上睡觉前或者早上刚醒来，安安静静地坐在床沿上，把背挺直，什么都不去想，就安安静静地感受自己的呼吸，感受气吸进来呼出去。你在这10分钟里想象着把你白天扔在别人身上的注意力，
把你对儿女的过度担忧，把你对过去的悔恨和对未来的恐惧，像收风筝线一样，唰的一下全部拽回到自己的胸腔里来，你就稳稳当当的安住在此刻。你坚持这么做上1个月，你会发现你的睡眠变好了，眼神变亮了，遇到再急的事情，你心里有个主心骨了，不容易慌神了，因为你的灵魂完整了。老祖宗这叫神不外散，神一聚拢，你这个人的命就硬了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，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年纪大了，听着听着后面可能就忘了前面，我再最后给你们总结一遍，这几件事打死也别做。第一，千万别跟家里人天天抱怨骂街，那是拿你自己的福报在点火。第二，去庙里磕头，去江边放生，千万别带着贪心去跟神明做买卖，那是造业。第三，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，哪怕天塌下来，绝对不能走绝路。你强行扯断生命线，你的魂魄散在那个极端的痛苦里，那是真正的万劫不复。还有这几句话你们要牢牢记住，刻在脑子里。遇到病痛折磨，心里默念，这是我在还债，安稳还完，这账就平了。帮了别人忙，心里默念，做了就忘，顺其自然，绝不图报。遇到心里烦躁绝望，赶紧深呼吸，默念，把心神收回来。天无绝人之路，这几步你们只要踏踏实实的照着做，哪怕你现在穷得家徒四壁，哪怕你现在身体有点毛病，我敢打包票，你们家的气运肯定会一点一点的往上走。好了，其实讲破了天，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什么名山大川里，也不在那些算命先生拿着的罗盘里，最好的风水就是你这颗干干净净、慈悲包容的人心。最大的改命从来不是花大价钱去摆什么阵，而是改你的念头，改你的行为，从而彻底改掉你的因果。今天咱们能隔着屏幕结下这个善缘，这也是大家多生多世修来的缘分。我常常讲，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你们看完了今天讲的这些老祖宗的因果智慧，不要光自己藏着掖着，你要是觉得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启发，请你动动手指，把这个内容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，转发给那些可能正在生病、正在绝望、正在迷茫中走不出来的人。你千万别小看你这一次简单的转发，这不是凑个热闹，也许就是因为你这一次的分享，你的一句提醒，让对方突然间想通了，少造了一场口业，少走了一条弯路，甚至从绝路边上退了回来。这无形当中，你就是在积攒天大的福报啊！这就是真真正正的功德无量。如果你觉得讲得在理，讲到你心坎里去了，请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同时我更希望你们在评论区里留下你们的善言，你留下一句收摄心神，踏实过日子，或者就写愿家宅平安。你们要晓得，文字跟念头是有能量的。当咱们成千上万个人的善念全部汇聚在这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它形成的那种正能量磁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。你今天在这里写下的一句善言，在因果契机的流转下，最终都会原封不动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子孙后代身上，护佑你们岁岁平安。